骨悚然的变异生物，信手拈来的超能力，令人类文明束手无策的地外生命体，以及作为故事核心的神秘机构，将以上要素有机结合，创造出一个极具活力与拓展价值的新 IP。这就是749局的世界观和野心。在这个专门对接和研究超自然事件的国家级神秘部门中，有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巨人遗骸、烈火蝙蝠、狼人、喜马拉雅雪怪、神农架野人、史前巨型食人鱼，这些我们早有耳闻却从没见过真容的生命体，能把任何人的好奇心都勾起来。再加上淡出大荧幕多年的陆川导演，以及近期凭借刺猬和野孩子风头正盛的王俊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观众们对749局的期待算是拉满了。但小生今天就不聊片子了，想和大家聊一点小生了解到的更有趣的幕后细节。2018年在重庆开机的749局，其实景拍摄地就是一个谜一样的地方816工程遗址。这个在上世纪60年代就耗资数亿元，并由周总理批准建设的工程洞体，本来是用来做核工业科研的。在人工挖掘的巨型山洞实验室中，到底研究了什么，小生真的不知道。但辗转数十年，现在这里已经是向广大游客开放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至此，你是否也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了？816和749简直是一体同命，都曾被传得神乎其神，但最终不过是茶余饭后娱乐大众的笑谈。小生有时甚至开脑洞想，或许在旅游景区的掩饰下，真的有个秘密组织和一群身负异能的人正在幕后观测着这个世界呢。如果你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就一定了解过749局507所的相关传闻，其实从论坛时代起便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其中大量说法和细节，比如这一神秘机构真实存在还是由钱老主持建立的，以及涉足特异功能与超能力研究与诸多超自然事件关系颇深等，各种流言真真假假早已汇集成了一套完善的都市传说体系。但传说终归是传说，正因为它无法证实但也无法证伪，所以才会在世间流传。其实749局是有一副潜力巨大的好底子的，且不说世界观与故事背景设计有点意思，单论未知生物这一主题吸引力就不小。也许是平日里对此类题材涉猎不足的缘故，观看影片前10几分钟，小生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某个奢侈品基金会以及围绕它展开的都市传说系列。如果你能听懂小生说的是什么，应该会理解这类题材的魅力有多大，且能产生多少引人入胜的故事。事实上，从影片诸多细节以及官方释出的幕后信息就能看出749局主创团队在世界观架设上做了不少努力，乃至每个登场怪物都有详细设定。再比如主角团的主要敌人0号生物，同时能吸收蛋白质与金属，无法被任何常规手段伤害，生长速度极快，极具威胁性。这样一个近乎无敌的 BOSS， 主角该如何消灭他呢？单这一个悬念就足以产生无数看点了。然而749局只给观众们留下了无脑中二的印象，还有略带遗憾的原因，小生认为无非2点。其一，别忘了2018年拍摄749局时的王俊凯只有19岁，还未曾磨练出成熟的演技。其二，关注导演陆川的都知道，从2018到2024的这5-6年里，他不是在拍广告，就是在拍电视剧，把影视圈能挣到的辛苦钱全卷了，为的就是这部属于他自己的电影。可以说陆川是挣到一笔钱就补拍几个镜头，再挣一笔钱就找人做一段特效，所谓的5年磨一剑是真的七拼八凑，零零总总磨出来的。连他自己都感慨，只要这部电影能上映，哪怕卖1块钱票房，我都是成功的。或许749局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留给国产电影创作者一份启示以及一个教训。启示在于，中国的电影创作者们可以探索更大胆更有趣的题材，虽然路漫漫其修远，但没人去尝试去坚持，就永远不会有突破。而教训在于，空中楼阁确实不存在，千万不要只拉到2-3成的预算